家里没有碱水可转化糖浆的小伙伴，快看过来！只需要一些简单的食材，搅一搅就可以做的奶酥月饼，不需要葵油，比广式月饼还要好吃。黄油先融化成牙膏状，稍稍给它拌匀，再加入1克的盐，先稍稍给它打均匀。糖粉过一下筛，再把它加进来，手动搅拌几下，防止飞粉，打发至一个微微发白的状态。再把炼乳加进来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鸡蛋液分2至3次加进来，每一次搅拌均匀后再加入下一次。奶粉、玉米淀粉还有低筋面粉一起过一下筛加进来，稍稍给它翻拌均匀，不要搅拌，再用翻拌和按压的手法混合均匀。其中一半的皮我加入了仙人掌果粉，调成了粉红色。盖上保鲜膜，松弛20分钟，可以防止面团溃缩和开裂。松弛好的面团我们分成25克一个的饼皮，这个配方大约可以做13个。我准备了5个口味的万能奶黄馅，做法可以参考上一个视频。取一个面团，压扁，四周捏薄，包入一个馅料。25克的馅料加上25克的皮，非常好包。这种月饼皮呢是不沾模具的。50克的月饼模具，压出来的纹路非常清晰。入炉前记得在月饼的表面喷一些水，我忘记拍了。风炉和平炉的烘烤温度呢，我已经打在屏幕上了。中途需要拿出来放凉5分钟，再继续烘烤。出炉啦！满屋都是奶香味。这个饼皮它是非常酥脆的，搭配自己做的奶酥馅太好吃了，一点都不甜腻。这个月饼的做法真的太简单了，有手就会，赶紧收藏做起来吧。今天分享一个升级版的奶黄馅做法，一次性解锁了5种口味，做包子、中式酥点、月饼还有面包都可以用到它，非常实用。碗里打入6个鸡蛋，每个鸡蛋的重量大约是60克，再加入白砂糖，加入牛奶，奶油也一起加进来。以上的材料先混合均匀，低筋面粉和奶粉过一下筛加进来，再混合均匀，面糊再过一下筛加入到锅里，再加入黄油，开最小火去煮，中途要不停的去翻拌，炒至完全不沾锅铲就可以了。这个配方做出来的馅料呢，大约有2斤重。加入2克的可可粉，加入1克的红茶粉，抹茶粉加入1.5克，再加入6克的椰蓉，再加入8克的蔓越莓，搅拌均匀。非常实用的万能馅料，喜欢赶紧收藏起来去试一下吧。今天用半斤面粉做了满满的一大盘桃酥，用玉米油也可以做出花纹清晰、酥到掉渣的伯爵红茶桃酥，新手根本没有失败的机会。吃起来呢是那种咸香酥脆，糖跟盐的分量呢是刚刚好的。盆里先倒入鸡蛋、细砂糖还有小苏打，先手动搅拌均匀，用中速打发3至4分钟，打发至颜色发白、质地蓬松的状态，再少量多次的加入玉米油，每次充分搅打均匀后再加入下一次。最终打发好是顺滑细腻的沙拉酱状态，没有一点的浮油。桃酥不冒油这一步是关键。低筋面粉加入泡打粉，再加入伯爵红茶粉，先搅拌均匀。没有低筋面粉可以用普通面粉代替，再倒入碗里。戴上手套，下手去翻拌均匀，不要过度揉搓，以免起筋。翻拌好的面团是非常细腻的，把面团分成每份30克，逐个揉圆，再压成有厚度的小饼，摆入烤盘，用擀面杖在中间压出一个小窝，撒上黑芝麻或者是坚果点缀。烤箱提前预热，风炉和平炉的温度我已经打在屏幕上了，这样烤出来的桃酥色泽均匀，吃起来是非常蓬松细腻，我觉得比猪油版的还要好吃。新手也是可以一次成功的，有问题在评论区里留言，等你们来交作业。这个北海道戚风蛋糕软乎乎的海豹浆，我一口气顺了3个，做法比戚风蛋糕简单。在我们这边的烘焙店呢，要卖到21块钱4个，然后我们自己做的话，成本不到一半。准备2个蛋黄，加入15至20克的糖，加入20克的玉米淀粉，先把它们混合均匀。200克的牛奶，
牛奶加入到边缘冒小泡，然后边搅拌边倒回去蛋黄糊里面，搅拌均匀再直接倒回去锅里面，小火加热，不停的搅拌，直到变得浓稠。现在就可以关火了，把它再搅拌一下，保持一个顺滑的状态。把它倒入碗里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到冰箱里面冷冻保存。30克玉米油，加入40克的牛奶，搅拌至乳化。50克的低筋面粉，和一下鳃加进来，用快一字的手法去搅拌，搅拌至一个没有干粉的状态。3个鸡蛋蛋清和蛋黄分离，这个鸡蛋是提前冷藏过的，装蛋白的这个盆要保证是无油无水的。蛋黄糊混合均匀，这个蛋黄糊混合出来是比戚风要稀一点的。打发蛋白之前要提前把烤箱预热一下。这个蛋糕因为是搭配卡士达奶油酱一起吃的，所以糖我减了一点，加入25至30克都可以。加入几滴柠檬汁，也可以用白醋来代替。先用高速来打发，出现纹路的时候我们再转低速。出现大气泡的时候我们加入一半的糖。蛋白变白变细腻的时候加入剩余的糖。蛋白开始出现纹路的时候，我们加入4克的玉米淀粉，增加蛋白的稳定性。打发好的蛋白我们手动去搅拌一下，检查蛋白的状态，把边边和底部的都搅拌一下，能拉出这种鸡尾状这种小弯钩就可以了。取1/3的蛋白霜加入到蛋黄糊里面，直接用蛋抽去混合均匀，再倒回去蛋白霜里面，先用蛋抽去混合，再用刮刀把边缘和底部的蛋白整理一下。搅拌好的蛋糊是细腻有光泽，这样做出来的蛋糕怎么都不会失败。我用的这个是特大号的裱花袋，刚刚好可以装完，用任何纸杯蛋糕模具都可以。蛋黄糊装入6至7分满就可以了。做好的蛋糕糊呢，一定要尽快送入烤箱，不然会很容易消泡。蛋糕糊我是放了6至7分满，长得不是很高，建议放8分满的蛋糕糊，会烤出来效果会更好。100克的淡奶油，再加入8克的糖，把奶油打发到这种微微浓稠的状态就可以了。卡士达酱一定要单独用打蛋器提前先搅打一下，再和奶油去混合。现在我没有提前搅打的话呢，就会有一些颗粒。蛋糕放凉后，我们在中间戳一个小洞，再挤入我们的卡士达奶油酱，满满的卡士达奶油酱，这个甜度是微甜，刚刚好的，赶紧去试试吧，等你们来交作业。